Hello， 大家歡迎翻嚟，我係 Kristen。好似好耐都冇喺一個陽光咁好嘅天氣裏邊拍片俾大家睇啦。趁佢好天就即刻揾翻個陽光照到個位咧，呢個天然打燈嘅位置同大家講嘢嘅。今日呢條片咧就係想分享一下作為一個敏感人士、高敏人士啦，點樣去追求內心嘅平靜。呢個選題咧其實係一位觀眾佢喺 IG DM 我問我會唔會有機會可以分享一下嘅。我都隔咗一段時間啦，儲咗一啲嘢㗎啦，而家今日就可以同大家講下。作為一個比較高敏嘅人咧，的而且確係會好容易受到周遭嘅環境啊、人事物啊、唔同人嘅情緒影響嘅。有陣時影響咗咧，咁自己喺內心入邊咧就有開始天人交戰啦，同自己過唔去啦，唔係好關自己事嘅樣嘢，但係就會搞到自己係咪我唔好啊，或者我做錯咗啲咩啊，而搞到件事咁樣啊。以前咧我都曾經經歷過一段好長嘅時間咁樣嘅心理狀況，呢幾年咧就好啲㗎啦，係慢慢將自己練習成為一個想敏感嘅時候先至敏感嘅人，即係想鈍感嘅時候就鈍感嘅人。有陣時行書店咧都會見到有啲書教人哋點樣係培養呢個鈍感力㗎嘛，咁我就冇睇過嗰啲書嘅，不過咧自己都有一啲小方法、小經驗減少到敏感情況呢樣嘢，今日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啊。不過咧正式分享之前啊，我要準備去整個蛋糕啊，因為今日其實我哋係請朋友上嚟玩嘅日子嚟嘅。咁其中一位朋友咧佢今個月生日啦，我咧又難得有呢一個興致去烘焙喎，我好耐冇開過呢個烘焙嘅爐啦，難得有興致，所以係想整一個蛋糕同佢一齊慶祝嘅。咁整緊嘅時候咧就開始同大家分享今日呢個話題。正式開始分享之前，想講明先，我並唔覺得高敏感係一種缺陷或者一種缺點嚟嘅，更加多嘅係一種可以俾我深刻地感受呢個世界嘅能力。而家就開始講第一點啦。第一個練習係永遠唔好去思考或者揣測或者係評價人哋嘅心思。點解唔好呢？因為就算咁樣做咗，都永遠唔會知道個真正嘅答案。人哋去做一個決定，背後可能有10幾個我哋估都估唔到嘅原因。一個高敏感嘅人係可以透過觀察你眼神啦、語氣啊、動作，捕捉到一啲隱藏嘅 message 嘅。有陣時我哋估啱咗啦，但係有陣時就完全唔係嗰回事。最直接嘅例子就係我同我男朋友相處啦，有陣時都會咁嘅。以前嘅我 sense 到啲咩呢？就可能會收埋唔講啦，然之後自己去亂諗瘋狂內耗。但係依家呢，就會直接講出嚟，同佢講：如果你唔係咁樣諗嘅話，你即管話我 FF 就得㗎啦。咁樣講咗之後呢，我就真係要放手，唔好再捉住嗰個我以為佢係點諗。但係如果係以前喺職場啦，唔係嗰啲不吐不快嘅場合，即係好似以前仲打緊工嘅時候，個同事或者上司走過嚟講下嘢，突然間 dead air 咗，跟住我就會開始諗，係咪我講錯咗啲咩？係咪我做得唔好啊？有啲嘢事後瘋狂咁樣諗到失眠啊！後尾就慢慢練習，唔好咁觀然察色，試下將個注意力由其他人身上面收翻嚟，放翻喺自己身上面。有陣時可能發下吽哣，放下空，或者係投入去睇一本書，又唔係話唔使為其他人着想，唔使企喺人哋嘅角度諗嘢，只不過係唔好諗過咗頭，都唔好一廂情願咁樣為咗一個情況去落結論啊！與其喺心入邊上演一出小劇場啦，不如將啲力氣留翻俾可以 confirm 到、可以掌控到嘅事。同人相處一個更好嘅方法，並唔係話一直將個 focus 擺喺對方點樣睇我，而係問翻自己點樣可以成為一個更加好嘅人。當我哋唔再將全部嘅注意力放喺人哋嘅反應上面，先至會有空間俾自己發展出更加充實、更加符合自己喜好嘅生活㗎嘛。所以都好建議大家去做一啲一個人都可以做到嘅興趣，睇書啊、跑步啦，又或者抱石咁樣，因為抱石都係我做過最可以放低個執念、放低過度思考嘅運動。第二個練習係練習拒絕。高敏感嘅人成日都會陷入咗唔敢拒絕嘅困境裡面，擔心 say 一個 no 咧就會破壞咗一段關係。但係勉強答應咗之後咧，又會喺心入邊怪翻自己啦。哎呀，點解我要應承啊？點解我覺得委屈啊？咁其實真正健康嘅關係，無論係男朋友、朋友定屋企人，都唔係迎合，反而係要 set 一個清楚嘅界線，表達出我好重視你㗎，但係我都必須要尊重翻自己嘅狀態。溝通表達咗出嚟，減少咗個誤會，自
然就減少埋個內耗啦。以前好習慣一有啲乜嘢社交聚會嘅邀請呢，明明係唔係太想去嘅，都夾硬去啦，因為唔係太好意思去推啊嘛，即係推咗就好似影響咗彼此嘅關係，點算呢？始終都係要照顧咗自己先，問下自己，我去係因為我真係想去啊，定還是淨係怕別人失望呢？或者有陣時返工嘅時候，人哋嚟請求你幫忙，但其實自己已經好忙好多嘢做噶啦，不妨試下講，我都想幫手啊，但係我而家都比較忙，可唔可以等我完成埋手頭上嘅嘢先再算啊？減少呢個討好其他人嘅衝動，將有限嘅精力留翻俾自己，唔係自私喎，知道自己嘅能量喺邊度，將個能量留翻去俾真正在乎嘅人同埋事上面。同大家講下，我讀到咗可能係我今年最中意嘅一本書，石黑一雄嘅《別讓我走》。其實上條片呢，咁啱同大家講過下嘅，嗰陣時都仲未係太大嘅感覺啦。但係而家睇完咗咯，覺得好中意。佢嘅後勁實在係非常之大。石黑一雄不愧係呢個諾獎嘅得主，呢個故事入邊所拋出嘅哲思係非常之深刻嘅。雖然上條片呢就話大家最好係一張白紙咁樣去接觸呢個故事啦，但係呢都有啲需要同大家簡介一下呢，先至可以繼續講下我感受嘅。故事就係講述呢個主角啊，叫做海西。故事一開頭呢，就開始去回憶翻佢以前由細到大喺一間叫做海爾森嘅寄宿學校裏面長大嘅種種回憶。嗰陣時青少年時期呢，有兩個好朋友嘅，叫做湯米同埋露絲，所以佢諗翻起嘅往事都係圍繞住佢同呢兩個好朋友嘅事嚟嘅。聽落呢，好似一個青春回憶錄咁樣啦，但係其實冇咁簡單。一路跟住海西去回憶嘅時候呢，一路就會慢慢發現啦，呢間海爾森學校呢，佢唔係一般嘅學校嚟嘅，有啲好奇怪嘅規則啦，令人感到不安嘅規矩，就係因為呢間學校嘅學生呢，被撫養長大，其實都係得一個目的嘅啫。一路去睇呢個故事，尤其是睇到後期嘅時候，會不禁令人思考，當一個人被創造出嚟或者被教育長大，佢為嘅都係一個別人安排俾佢嘅目的。咁呢個人係佢喺成長嘅時候，佢有自己嘅思想，會對未來有所暢想。咁呢個究竟係一種少不更事嘅天真，定還是佢為咗唔去諗咁多嗰個唯一被安排嘅目的，嗰個被安排好嘅道路，所以一定要做一啲對未來嘅想像，唔至於令到自己黐線嘅救命索呢？呢本書係20年前出版㗎啦，2005年第一次出版啦。但係今時今日去睇呢，仍然係可以將佢擺喺一啲我哋社會現實嘅唔同面向嗰度去思考。我睇完最尾一版合埋本書之後，喺個腦入邊即刻 pop up 嘅一條問題就係，有陣時我哋人係會好渴求一啲遙不可及嘅嘢嘅。咁但係當我哋知道，即係明知道有啲嘢係求而不得嘅時候，我哋要點樣去自洽呢？即係咪因為有啲嘢求而不得，所以個生命就冇意義呢？即係個生命嘅終極意義，佢嘅價值係喺邊度呢？我諗就係呢一個故事佢想拋出嚟嘅最核心嘅問題之一。其實之前我都有睇過石黑一雄嘅另外一本作品㗎啦，叫做 Clara and the Sun。不過咧，唔知係咪嗰陣時因為睇呢個英文版本啦，睇完之後就冇乜特別感覺嘅，即係覺得還好啦。但係今次睇呢本真係有驚喜喎，後勁係不得了。前排都睇到有話呢個《克拉克與太陽》咧係會即將改編成電影，主角係 Wednesday 嗰個女主角，所以都引起我嘅興趣，想去睇下嘅。再串連翻今日呢個主題啦，我哋好多時內耗咧，可能就係講緊因為我哋唔知道點樣去自洽，內心嘅一啲渴望同現實發生嘅嘢矛盾嘅時候，我哋冇辦法去面對嗰種矛盾。而當我哋識得點樣同自己去相處，平衡翻呢一種矛盾嘅時候，嗰一種內耗嘅情緒就會消解得到。睇書真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途徑，幫助自己諗呢一啲問題，學識點樣自洽。尤其是係睇呢一啲有深刻哲思嘅作品嘅時候。第3個練習係練習做一個能量輸出者。我哋敏感嘅人好容易從外界吸收到好大量帶有無處安放嘅能量，人哋嘅情緒啦、環境嘅氣氛啦、社交場合裡面散走唔到嘅 message 啦等等。如果淨係入唔出呢，嗰啲能量就會堆積喺個心入邊，非常之消耗自己。如果可以透過創造嚟輸出能量，當你忙住去創作嘅時候，內耗嘅時間自然就會少好多噶啦。唔係想要逃避，而係俾咗嗰啲
啲好敏銳嘅感受一個出口。講緊要輸出要創造，唔係話真係一定要可能畫畫、寫嘢或者拍片咁樣等等。適合每個人嘅輸出路徑都唔一樣嘅。對我嚟講，當然就係拍片啦、經營 Patreon 啦，或者搞下讀書會，同埋啱我講嘅主題活動。但係對唔同嘅人嚟講，可能煮個嘢食、執下屋或者做運動都可以係。當我學識咗設立呢個界線，確保咗呢個能量有進有出，適合自己嘅社交就唔再係一個負擔，反而仲提升咗我創造力添。高敏感唔係一個缺點嚟㗎，只要好好咁運用到佢，應該敏銳嘅時候敏銳，應該鈍感嘅時候就鈍感，劃清界線，咁樣佢哋就可以成為我哋最強嘅能力。有陣時內心平靜唔係話要諗通晒所有嘢先至開始，可能係由諗少啲人哋，留翻多啲注意力俾自己嘅時候，佢就會慢慢嚟到㗎啦。咁今日呢條片嚟到呢一度差唔多啦，希望你哋中意，多謝你哋嚟睇啊！都想多謝訂咗 Patreon 嘅觀眾朋友們，因為有你哋，我先至可以繼續分享更加多唔同嘅內容俾大家。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